杨子不露声色地宣示新人，看看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网友：商家评价太完美。杨子是一位著名的艺人，6岁时他就开始在媒体上屈服。20多年过去了，杨子堪称演技出众的小戏骨。就颜值而言，杨子的变化也越来越大，尤其是今年，杨子有效减重后，她的身材变得又瘦又苗条，每次出现都能惊艳众人。这几年，杨子的其他影视资产也有所积累，目前与程毅一起出演了服装秀《沉香木片》。虽然前几天放出的老套路透照火爆了赵露思和袁冰妍的老套，但同时又华丽。除了他的电影和电视资产，他的商业价值也越来越高。近日，杨子低调公开了自己的新角色，他摇身一变成为肖邦品牌大使。熟悉该品牌的网友表示，商业价值是过渡的优势领域。当一个艺人出名的时候，就会有无数的商业资产涌入他的手中。拥有近160年品牌历史的顶级奢侈品牌，它还涉及对艺人的魅力和影响的认可。经过20多年的媒体角逐，杨子在演戏上吃了不少苦头，因此他受到了谴责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受到了许多人的冒犯。无论如何，这一次他并没有因为反抗的声音而停下。在度过业务瓶颈期后，他的影视资产在不断提升，演技也越来越惊艳。作为艺人，虽然颜值和身材固然重要，但善举永远是他们的必然。只有出色的演技才能站得住脚。现在的他演技好，颜值高，身材也好，他往往被视为最佳符号。你喜欢杨子吗？你喜欢杨子什么？长相平平无奇的杨子是如何点亮合作过的男星的每一个？为什么杨子的颜值在媒体上不是一般的优秀，却能让每一个和他合作过的艺人都火起来？我想这可能需要讨论资产和演技。首先，他的资产应该很大。无论如何，得到一个像样的剧本是不可想象的。更何况，一个体面的内容，他应该有自己的生源。反正现在很像他的新剧，虽然大家看这部剧都是因为他，不过评价不是很高。为什么？就因为这部剧实在是太烂了，某些人的演技简直糟透了。一个节目不能是一个人的功劳，应该是整个团队的功劳。剧组努力把这部片子拍好，男女主和演艺人员普遍各司其职。正是以这种方式，演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视为胜利。当我们看一个节目时，很难说我们是在为某个人看。不管我有没有一直去，但是这个系列的创作不是很好，大家会觉得不是一般的好。一个节目不能是一个人的功劳，应该是整个团队的功劳。剧组努力把这部片子拍好，男女主和演艺人员普遍各司其职。正是以这种方式，演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视为胜利。当我们看一个节目时，很难说我们是在为某个人看。不管我有没有一直去，但是这个系列的发展不是很好，大家会觉得不好看。不过，现在的杨子已经变成了当年杨幂王府的身材。从根本上说，和他一起玩的男艺人都会有些生气。但是，我认为这与艺人本人有关。他很有魅力，性格正派，这些很重要。只相信杨子以后能拍出更多的好剧。4年最受追捧的匠人记录对比，以前每一颗星都绽放，现在肖战才是重点。迅艺品牌星档榜一直是极具权威的工匠资讯榜单。另外，寻艺破败的更新周期是1周1次，所以也非常讲究时间。匠人的主要能力直接决定了匠人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。这同样可以判断哪个工匠更著名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工匠为品牌带来的优势同样初见端倪。在新一期的迅艺品牌明星战绩榜单中，肖战拥抱的品牌永远拥有榜首的选项。此外，肖战的带货能力在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认为是强项，因为最近我将2018年的迅艺榜单与现在进行了对比。过去的破败星光灿烂，
不管怎样，现在肖战已经实现了破败的繁荣。以四海归权威回国晋升为起点，媒体发生了朴实无华的变化。那时候，媒体上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四海降临和 Voice 了。所以从2018年的榜单来看，他们的支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。不过效果好一些，但还没有达到百花齐放的地步。基本上每次更新都会有定位的调整。因此，当时的讯艺排明星唱片榜可谓是百花齐放，每个工匠都有机会排在首位，而且一般信息并不完全不同。肖战是2019年才正式走红的，虽然之前有过一些镜头和开场白，反正我其实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。尽管如此，自从肖战出现以来，也有不少彼得斯凯莱特陪伴在肖战身边。这些彼得锅应该有选项，更容易领悟肖战的来之不易。按照此次3维榜单的定位，肖战每一次承销的品牌知名度记录都在9分以上，这真的是肖战一直以来的记录。02庆余年2演员阵容公布，张若昀、李沁领衔主演，严冰云人选一炮而红。2019年，根据毛妮同名小说改编，由孙浩执导，张若昀、李沁主演的古装男主剧《庆余年》，一下子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。时隔3年，观众期盼已久的《庆余年2》终于宣布开机预热。除了大概的开机时间，还透露了主演的回归和更换。《庆余年2》回归演员阵容公布，由张若昀、李沁领衔主演，严冰云的人选一炮而红。在《庆余年2》公布的消息中，男女主张若昀和李沁率先回归，在这一点上还是很受观众支持和认可的。此外，老戏骨吴刚、高曙光、田雨、李小冉以及新晋演员宋轶、郭麒麟、刘端端、张浩伟等人也在回归名单中。遗憾的是，饰演庆帝的老戏骨陈道明却缺席了这部《庆余年2》。陈道明饰演的庆帝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无比的走心和入木3分，但是因为这部戏的拖沓，演员陈道明宣布辞职。陈道明作为上一代演员的领军人物，无论是对剧作的整体把控，还是对人物的诠释和塑造，都可谓是极致。正是因为有他的加持，《庆余年》才有了品质感。不过，如今《庆余年2》即将开播，他却爆出辞职消息，着实令人遗憾。不过，此次新晋演员庆帝也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和支持。他就是凭借《伪装者》和《琅琊榜》走红的刘奕君。刘奕君也是老戏骨中的佼佼者。自2000年出道以来，他用20多年的演艺生涯，为观众带来了无数经典作品，如《大连关》《追梦父母的爱》《无声无息》等，《北京》等。因为2015年的《伪装者》和2016年的《琅琊榜》大热，大器晚成的刘奕君火遍全网。随后又出演了大热剧《远大前程》《外科风暴》《卧底归来》《摇摆不定》《橙红年代》《剑王朝》《太初》等作品相继上线。如今的刘奕君已经算是老牌老戏骨了。如果非要找人顶替陈道明演庆帝这个角色，可能真的只有他一个合适。同时，最后一脚的饰演者肖战也官宣了。在《庆余年2》预热之后，网络上出现了特邀肖战出演严冰云一角的消息，一时间热度爆棚。本以为搁置了3年，肖战的人气早已高居榜首，严冰云依旧是配角。《庆余年2》或许永远等不到他的归来。然而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肖战回来了。目前，关于《庆余年2》开播的消息已经预热。官宣中也和张若昀饰演的男主范闲进行了宣传，不过今年恐怕不会了有机会看到拍摄，毕竟已经到了12月，要启动这台机器，恐怕要等到2023年初。你怎么看这件事？